嗨，大家好，我是李文。然后呢，对我是一个学生，然后今年毕业了。往年年年都在网上看大家说，找工作好难，今年有点感觉到了，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没有人教过我们怎么找工作，这么多年了，我就听过一句教学：找工作跟老板谈，就没了。现在这个求职本身开始的就非常早，现在都是秋招，提前1年就开始了。我真的有点理解不了为什么要这么早开始，朋友们。以现在这个大环境，1年过后，这公司都不一定在，搞不好我还没去报道呢，公司爆雷了。去之前以为去了个大集团，到了发现恒大集团。现在这个求职的流程本来就很长，以前投完简历就面试了，现在面试之前还要做测评。有人做过测评对吧？太多测评了，逻辑测评、智力测评、商业认知测评、心理测评，就感觉那个公司啊，他要你逻辑高、智力高，还要有商业头脑，心理还要健康。什么工作需要这么多能力啊？美国总统都不需要这么多能力。特朗普就没有逻辑，拜登没有智力。肯尼迪最后甚至没有头脑，太地狱了。很难得啊，朋友们，这个段子可以在中国讲，不能在美国讲。这个所有测评里面最讨厌的是那个心理测评，朋友们，它包装的多好听啊，叫心理测评，本质上就是测你有没有精神病，有没有什么精神分裂症、妄想症之类的。我第一次做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还在那揣摩出题人的意图呢。那个题目问你，他说你是否经常觉得自己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我以为这是一种工作能力，选了个比较符合。我本来是想选非常符合，但我想了一下，我说老板应该也有见不得人的事儿吧？我甚至幻想过，我甚至设想过，老板到时候面试的问我，他说：“同学，你能看见什么？”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啊，我说活儿。好不容易通过测评了也不简单。你去面试，现在什么岗位都要你有实习经验，朋友们。导致大家都去卷实习，现在实习也要实习经验了。我之前去面试一个大厂的实习生，我跟那个 HR 聊得特别开心，聊到最后他说，可是你没有实习经验啊。我说对啊。因为我是来实习的呀，他说对啊，那你要先去别的地方实习啊，这也太荒谬了。这种感觉就是你去那个餐厅吃饭，老板说，我们这儿空腹不让吃饭。后来甚至我去到一些小公司问一些更荒谬的问题，有些小公司他会问你属相、星座、血型，有人遇到过吗？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个公司符合标准的候选人太多了，多到他已经可以上玄学来筛人了。我第一次被那个 HR 问血型的时候，我都害怕呀。我说你们公司是真需要新鲜血液啊？我知道资本家吸血，没想到吸的是我的 B 型血。HR 跟我说，有科学研究表明了，A 型血的人细心。B 型血的人粗心，所以我们不要 B 型血，这也太荒谬了。朋友们，照他这个说法，这个公司就只有 A 型血，蚊子来了都得营养不良。但其实我知道你的这个面试也不会真的说查你的血型，对吧？他就是一问，但我也不敢真的把血型改成 A 去投递这个公司，我怕哪天老板真的不行了，要我输血。我只能说，哎呦，对不起，当时我把血型给填错了，都怪我太粗心啦。我觉得现在开始问这种问题，让我有种感觉，就是找工作这个事儿有点靠运气了，我已经不相信能力了，朋友们。我现在觉得那些找到工作的人都是凭运气，我现在看不上那些人，我现在谁也看不上，我连诸葛亮都看不上。我觉得诸葛亮也就是赶上了当年大环境好。东汉末年大环境太好了，3家国企在招聘，还有个叫徐庶的给他内推。诸葛亮什么也没有干，朋友们，他什么也没有干，他就坐在家里面 ，boss 上门直聘了。
我接受不了，我接受不了，我接受不了。诸葛亮要是活到今天，肯定找不到工作，他肯定找不到工作，他的那个经历太差了，太差。先帝创业未半，中道崩殂了，扫把星。哎，还有个哥哥诸葛瑾在晋对公司，那背调也过不了。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朋友们，他出山的时候就已经27岁了，已经不是应届毕业生了。后来实在找不到工作，我就上网去搜，我想找一点那种经验帖。我一搜更焦虑，你还在找工作呢，已经有人开始晒 offer 了，发那种特别有网感的帖子，说听说小某书的家人们都很会选 offer。你听谁说的？家人们哪有 offer？ 家人们只有 suffer。这个梗需要一点4、6级啊。而且他拿出来选的工作都特别好，没有差的。你在网上一看，拿出来选的竟是我要这个50万年薪在上海的，还是这个40万年薪在老家的。我说什么意思？选一个，另外一个给我呗。感觉他就不是想选，他就是纯炫耀，像一个河神。他从那个河里面飘起来，他说：“我有一把金斧头，还有一把银斧头，我厉害吧？”我转手就把小某书删了。后来真的一直没找到工作。后来我偶然在朋友圈刷到了一个学长，他说他开了一个求职辅导机构，1年赚了200万。我当时很好奇，我就问他，我说：“哥，你的生意秘诀是什么？赚这么多？”他说：“很简单啊，就是推销课程嘛，没有人买就贩卖焦虑。”这秋招一开始就在网上去发，听说小某书的家人们都很会选 offer。谢谢大家，就讲这儿，拜拜。很好，进了270， 280吧280。好，大家好，我是小丽。我一直觉得自己普通话很好，这个地方不是笑点。直到前几年我去北京参加一个脱口秀比赛，当时得票不是很高，就有演员过来安慰我，他说：“其实你段子挺好的，就是普通话不好，有些地方观众没听懂。”这个安慰深深的伤害了我。因为普通话好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太重要了，在我心里它是跟我的优雅和智慧牢牢绑定在一起的。我普通话好，我就是个都市丽人；我普通话不好，我就是个讲川普的中年妇女。我根本没有办法接受我普通话不好，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了不相信他说的话。我怼他，我说：“你不懂，不要乱说，我段子哪里好了？”其实以前也有朋友说过我普通话不好，我以为他在开玩笑的，没想到他又说了几次，我就有点警惕了。我心想，这种不好笑的玩笑为什么要一直开？然后我就推断他应该是喜欢我。想引起我的注意，但这个人他是有老婆的呀，我就觉得他人品不行。我想跟他说出轨是不对的，但是我又不想跟他撕破脸，所以有一次他又说，他说你普通话不好，我说你老婆挺好的呀，然后他就愣住了。我心想点到位了，他应该已经开始反思了。我其实不是盲目自信，我以前去广西的时候，别人都说我普通话很好，他们还问我是不是北京人。我还有普通话等级认证证书，不是买的，我自己考的，没有人会买2级乙等。直到去湖南卫视做一个综艺节目的编剧，那个节目是汪涵主持的，就有个环节是让编剧上台点评，因为节目在录嘛，所以我就用我觉得最标准的普通话，我说杜丽娘是一个标准的悲剧人物。汪涵说杜丽娘，
然后全场观众就笑了，我当时都愣了，我心想，他刚刚说话是不是有口音啊？他是不是在模仿我的口音啊？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的普通话是真的不好，因为我相信汪涵的职业素养，他就算是再喜欢我，也不会在录节目的时候跟我开这种玩笑嘛。那我普通话不好，我还能当都市丽人吗？还是说讲川普就只能当成都市丽人？但都市丽人是我的理想啊！那时候从电视上看到都市丽人忙碌、优秀、走路带风，我印象中最深的画面就是有人约他吃饭，他会说我要回去查一下我的 schedule 我要回去查一下我的 schedule 这话是用标准的普通话说的，所以我一直以为都市丽人的重点是普通话，现在才知道搞错重点了。真正的都市丽人要有一个满满当当的 schedule 而我太闲了，别人约我吃饭，我不用看 schedule 也知道我那天有空，第二天也有空，接下来的时间都有空。为了填满我的 schedule， 我甚至去报了一个时间管理的课程。时间管理的第一步就是要把事情分为重要紧急、重要不紧急、紧急不重要、不紧急也不重要4个类别，我都没有4件事儿。我问老师，我说那吃饭算哪一类？老师说分类前应该先把吃饭、睡觉这些事情刨除掉。我心想，那我不是就只剩1件事情了，逛公园？老师说逛公园这种事情不紧急也不重要，建议不要做，也可以花钱雇人做。原来我只要有钱，我就可以不用亲自逛公园了。可惜我没有，只好浪费时间自己逛。有个一起上课的朋友跟我说，他本来已经很忙了，没想到学了这个课之后，又能挤出1个小时时间来学习。我心想，我一天就工作1个小时，要是再挤出1个小时，那我不是24小时都没事干了吗？他还问我，他说你有那么多时间，那你为什么不学英文呢？为什么不练瑜伽呢？为什么不提升自己呢？这些问题问得很好，我赶紧把它们写进了我的 schedule， 然后花时间慢慢想。想了很久之后，我发现我只是想像电视里的都市丽人一样，看起来很忙，但不想真的做事儿。所以我不是真的想当都市丽人。我跟朋友说，我说我不想再当都市丽人了。我朋友说啊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什么东西啊？我说我一直在当都市丽人，你没发现吗？他说完全没有啊。我又问了几个朋友，发现没有人发现我在当都市丽人。他们还问我为什么要悄悄当。我说我没有悄悄当，算了，我不当了。从今以后，我要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没事干的时候我就发呆，想浪费时间我就浪费时间，想怎么说话我就怎么说话。牛奶来找牛奶来买榴莲牛奶。我朋友说没有人可以活得这么自由。我说真的吗？我不信。肯定有人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做到了，只是没有被记录下来。那我们就从现在开始记吧。有一次我的小侄儿问我，他说小姨你为什么不结婚呢？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我，但我从来没有认真的回答过。但是他只有5岁，我觉得我的答案可能会影响他的爱情观、婚姻观甚至人生观。我觉得我应该认真的回答他的问题，用他听得懂的方式。所以我跟他说，
我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女巫，她说着一口2级1等水平的普通话，每天睡到自然醒，饿了就要吃。她爱思考，有主见，与众不同，并且用副乳换回了梦马相。从此以后，她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直到有一天来了个小男孩，小男孩问她说：“女巫，女巫，你为什么不结婚呢？”然后女巫就把她变成了一只蛤蟆。谢谢大家，我是小丽。好东西，好真好。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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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哎，大家好，我是瑞瑞，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就是比到半决赛，本来是很开心的，但是这种车轮战我是真害怕，因为我去年也来了，去年也是车轮战，我去年精心的准备了2篇稿子，改的特别好。当时我们总编剧是孟川和程璐2位老师，他俩看完我稿子，他说：“瑞瑞，你这个稿非常完美，一个字都不用动。”上去第1轮就让人淘汰了。12进4，我排第5。我说是不是改一个字也不至于淘汰呀？然后当时川儿个人特别好，他鼓励了我，他说12进4你排第5，这种成绩属于惜败呀。他说复活赛你好好打没有问题，你复活赛那稿子非常完美，一个字都不用动。复活赛16进3，我第4。今天又是车轮战，17进12，我好像已经看见一个数字在向我招手了。真的害怕惜败，我害怕，我怕以后别人提起我说瑞瑞啊惜败。就我有个小小的期盼，我希望我要是能第11名该多好啊！就想尝一口险胜是什么味儿的。但即使比到这个阶段，不管什么名次，已经很厉害了，已经很厉害了。是因为上一轮结束的时候，张绍刚老师宣布说，我们剩下这些人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叫全国18强。就明明对面还有一个节目。活得很缜密。你是怎么敢这么宣布的呢？全国18强，你知道我们两边节目的演员最后还是会在线下相遇的。一见面聊天说你成绩咋样啊？我说我全国第11。他说咱俩好像双11了。多么荒诞的称号，但我听进去了。我听完这称号，现在感觉自己都有点飘了，真的心态是有变化的。我们之前演出过开放麦，很多时候他们会安排我开场，然后他们接我。我感觉现在谁再想接我，就得去机场接我。当然有人提醒过我说别飘，有人提醒过，小何提醒过我。广智。小何。小何说：“你是不是有点飘了呀？”我赶紧纠正他，我说：“应该说您吧。”开玩笑，我不敢啊，我不敢。我写这段给他看了，我说：“您看我这么写可以吗？”给他看过了啊，就是我跟大家说话都会非常客气。我是比较在意说话方式那种人，因为可能是一个脱口秀演员，作为一个语言工作者，我也在意别人说话的方式。但是我发现我生活中确实有很多人，他会说那种各种各样的废话，就让你一听就烦。我之前上班嘛，我有一个同事，他喜欢开导别人，特别好。有了他的开导，你不管是什么难过、伤心，就都会变成愤怒。我之前跟一个同事在公司吵架了，原因就是他拿我家人开玩笑，我很介意，我感觉他就是嘴贱。然后吵完之后我特别生气，那个同事过来开导我，他说了一个特别流氓的话术，
他说你别生气了，他你还不知道吗？他就这样，嘴贱。我生气是因为他嘴贱。他告诉我你别生气了，因为他一直嘴贱。这什么道理？你打一个车，你说师傅你车有点臭，师傅说我车一直这么臭。你说啊，那我就放心了，我就放心。我就不理解，当时我怼他了，我在气头上我怼他，我说拿你家人开玩笑你愿意啊？可能是我语气有点冲。他说我安慰你，你怼我，你怎么跟疯狗似的呢？然后开始骂我，巴拉巴拉骂我2分多钟。最后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他说你要觉得我话说重了，你当我没说。他好像骂我了吧？他试图跟我面对面的情况下撤回一条语音。哎，什么叫你当我没说？这句话也太好用了。你说谁？你们要是说上班迟到了，你跟老板说你当我没吃。借了钱不还，你跟人说你说我当我没借。我这轮淘汰下轮我还来，我说你当我没走。太不讲理了，这种话呀，就是我听过很多废话。还有一种人，就是他跟你说话的时候啊，他会浪费很长时间去想起了一个毫不重要的点。你跟他说话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就一寸光阴一寸铁呀。我之前跟一个朋友逛街，走路的时候我说附近有厕所吗？我朋友就开始了，应该是有。这片我上个月来过，跟那谁嘛，跟那个。哎呀，跟谁？哎呀，就在嘴边，想不起来跟谁来着。哎呀，好像是刘哥。你等会儿啊，哎，刘哥，我都懵了。不是找厕所吗？怎么厕所刘哥盖的？就是他们说话不过脑子的时候，我感觉我受不了。有的人说话太过脑子，我更受不了。就是有的人说话，他之前他会用大段的铺垫，给你做免责声明啊。就一顿铺垫呢，这样可能有的朋友 get 不到我这个情绪点。我在这儿放了一个特别炸的梗，我给大家讲一下。当然了，可能是每个人对梗的理解和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因为众口难调嘛，所以可能有人听完之后觉得不会那么炸。你别期待，这我没放梗。大家能 get 到我那个情绪点了吧？真的，我真见过这种。我之前上班嘛，我们几个同事坐在一起，集思广益的骂老板，骂的特别尽兴。来了一个新来的同事，他说：“那个我打扰大家一下吧。当然了，我知道随便打断别人可能是不太礼貌的行为，但是我刚来，大家可能对我不了解，我就喜欢有什么话直接说，不喜欢藏着掖着，有什么直接。”我说：“什么事这么严重啊？”我说：“你直接说呀。”他那我直接说了啊。当然了，我没有别的意思啊。用些电脑，我说好。我说按你刚才那铺垫，我以为老板是你二舅呢。谁教你这么客气的呀？我说你要真想对咱几个表示尊重，你换一种方式，不行你跪下说呢，对吧？你或者在用词上面你稍微斟酌一下。你说用些电脑啊，父亲，这不冒犯，你知道吗？我觉得太折磨人了，因为汉语文化博大精深，但是到现在出现这么多废话，我有点痛心疾首啊！大家把时间往前推，你可以想象一个场景，比如说古代一个战场上，战火纷飞，军情紧急，一个士兵跑进一座营房，说：“报将军，敌人打过来了，正在屠杀城中百姓。现在情况可以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啊，叫……哎呀，就在嘴边，哎呀，叫啥来着？哎呀。”那军师都看不下去了，说：“这个士兵，我打断你一下。”当然了，我知道随便打断别人可能是不太礼貌，给将军气的呀，说：“闭嘴！大敌当前，成何体统？”这时候副将站起来了，说：“将军请息怒。”那他俩你还不知道吗？他俩就这样，他俩太难受了。当然，朋友，我今天讲这个段子不是要讽刺谁啊，就是我没有那个讽刺别人的那个意思，大家，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我想说的是，好好说话这个能力，希望咱们身边人都有，咱们可以少遭一点罪。但如果今天这个段子真要说冒犯到谁了呢？你当我没说。谢谢大家。
又闻了。快点！我是胡兰。太好了，比到半决赛。哎呀，老朋友又是半决赛。前几年的时候比到半决赛，然后有2个选手，我不说是谁啊，有2个选手说比到半决赛了，咱们放松轻松，怎么现在都是转的？后来2个人在龙华寺碰着了，很尴尬，都知道对方是来干啥的。比赛前2天总归不是来求健康的是吧？我们去寺庙一般喜欢拜那个弥勒佛啊，因为只有他长得像是那个能管喜剧的啊。但我一般喜欢去拜那个送子观音啊，因为我求观音给我送几个段子。而且整个一个比赛开始前，好多新人选手跟我说：“他说哥，我今年第1年来，我比2轮已经算非常非常好了。”我说：“那你一定要说话算数啊！我该走就得走。”结果现在全都在，对吧？大部分都在那儿。最近又问我，他说：“哥，你觉得说脱口秀最重要的是啥？”我说：“是诚信。”现在已经有选手开始找那些已经淘汰的，说你还有没有那些没用上的段子，你借我来用用啊，到时候我写出来再还你啊，借一个我到时候还你2个。我说怎么脱口秀已经开始上杠杆了是吧？人家比赛没赢还欠了一屁股段子是吧？人家啊，写稿本来就难，然后本来就写不出来。前段时间我半夜写稿，刷着那个说7月5号日本有那个大海啸。会世界末日，哎，不是，人在困难的时候是看不得这些消息的，因为人会兴奋。哦，我说这怎么还整出盼头来了？这，我是7月1号刷着的。我说那接下来几天是写稿啊，还是不写稿呢？很纠结。后来决定还是要把世界末日要来的好消息先告诉其他选手。你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害怕啊！你这独怕怕不如众怕怕。哎，我这些事情，你看这些事情我也不在网上传，你转发超过500，然后有麻烦。我多聪明啊，我口口相传。都这样的，他们扛不住的。你说世界末日这种消息，他们听见就会搜，搜完就会刷，一刷就浪费1天。现在就是这样，哎，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些坏消息像世界末日它就会流传的到处都是，好消息没人会知道的。哎，你去发一个帖子，你说7月5号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没人会理你的，没人会理你的。这个比世界末日更像是谣言，是吧？哎，我觉得关于世界末日，我问了周围好多朋友，我也一直在问这些观众，我也可以问问你们，你们可以接受下一秒立马就世界毁灭吗？哎，可以说大部分可以，真的，我问下来之后，90%以上都说可以。我觉得现在大家是这个想法，就是我还没活够，但是要是一起毁灭也不是不行。对，哎，对，关键得一起。对，你不能那海啸来了只把我冲走了，那大家不会说哎呀世界末日，大家只会说苍天有眼啊，哎呀，对吧？哎，你看咱虽然这么说，但我觉得没人希望世界毁灭，但我觉得这个一起毁灭可能是我们从小到大遇到的最公平的事儿，有钱的没钱的，有门路的没门路的都一起，电影都不敢这么演。你想想看嘛，咱看那个电影《地球毁灭》，即使有飞船，那些飞船会带走一些什么？你看过什么科技技术精英，还有一些达官显贵？你觉得这里面会有我们吗？你觉得会有你们吗？不是，你们别生气，是吧？你们别生气，啥达官显贵被大巴拉过来坐这儿看脱口秀是吧？哎呀。你觉得会有我们？也不会啊，啥达官显贵站在逗你们笑呢，是吧？不会的，不可能有我。你想想看，他带一个脱口秀演员上去干啥去呢？去干啥去呢？你说去了之后，人家说，哎呀，我会开垦，我会测量，你为什么？我会讽刺，是吧？哎呀，有些朋友还幻想，他说我看那个末日电影，除了带那些精英，也会带上一些平民。
平民啊，主要负责电影里的政治正确。哎，要不然你看，但那些平民也不会五颜六色的。不是，我说末日的时候，你收集齐这些人也花了好几天吧？你看那些什么马斯克天天研究那些火箭，我现在就真的很复杂。我就觉得说，要不然你就研究出来那种能把全人类都带走的方法，要不然你就别研究出来了。我不黑暗，但我也没那么高尚，我真做不到末日来的时候，我在下面看着马斯克跟他的朋友们，对吧？坐着火箭，我在下面还替他们在那边招手，我说去了那边啊，一定要替我们人类好好生活。马斯克也向我招，你去了那边啊，也要好好生活。快留步，别送啦！都是这样。哎，我觉得啊，就说与其你不能这样子，那还不如一起毁灭。我觉得是个挺好的事情，有钱的没钱的都一起。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哎呀，好冤呀，我还没活够。哎，你想想看，那些天天健身养生的人，不比咱们冤吗？是吧？咔咔咔咔练了半辈子。海啸来的时候，我但凡有几分钟时间，我都想拉过来一个爱健身的朋友，我问他，我说你那个卧推多少来着？我觉得就是这样，经常说老天无情，我觉得就是因为他对每一个人都无情，所以才公平。你天若有情，这事儿才可怕呢。哎，你说天若有情，他能帮谁？马斯克天天给他刷火箭，是吧？你比不过他了，对吧？而且我很担心，这样子老天爷也很容易把持不住自己，他自己很容易被腐蚀的。没过多久，老天爷也会被压到那个天庭往那一站，说：“我当时也是有侥幸心理，没想到你们能查到我头上，真的是天外有天啊！”哎呀，我最后就想说，我觉得如果末日来临的时候，马斯克如果真的能带所有人都上了飞船，等我上的时候。我希望是马斯克拦住我说：“你看看你是不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谢谢大家，我是克兰，谢谢。好，出来。谢谢，大家好，我是广志。好嘞，谢谢。到小何的时间了啊，小何，这一轮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些小事儿，分享一些我最近的生活。我最近搬家了，搬到了郊区，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当然，我是在郊区租了一个更大的房子。大家也看到了，现在新人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大，而我对生活品质要求越来越高，所以热度下来了，我下不来了。由奢入俭真的非常难。我现在每天早晨起来不冲一包速溶咖啡都睡不着觉。你们喝咖啡可能是提神的，我是用咖啡来安神的，就每天喝一口，还在上海。郊区跟市区其实差不多。我之前住的那个房子是看苏州河比较方便，现在住的房子是去苏州看河比较方便。缺点是郊区不好打车，有一次太晚了，我从黄埔打车回青浦，师傅说青浦黄埔太远了不接，我也没想到出租车这个行业也开始青黄不接了。去虹桥很近，但那边很容易上错高架，你弄不好就上高速了。有一次早班高铁去南京，迷迷糊糊的我就听到那个司机在跟导航吵架，他对着导航连说了3个我去，哎我去，哎我去。当说到第3个我去的时候，我就知道南京我去不了了，赶紧改签吧。但是看着那个师傅越来越绝望的表情，我会觉得好像不用改签，应该是快到南京了。郊区的消费很低，但还是能花出去一些冤枉钱。网购了一些新家具，卖家提醒我需要自己动手组装，我说行，就喜欢这种器械拼装的快感。很快收到了2个扳手，4条快递，我说真好，买的拖把这么快就到了。拆开铺了一地，说明书说地上这一摊是一把椅子，
在地上那一摊，我仿佛看到了江苏地图，散装的，给我气笑了，气得我差点没有站住，但是因为没有椅子，我还是站住了。我并没有慌，因为我对自己的动手能力还是非常自信的。坏就坏在这个自信上，因为太有自信了，前边每一下都拧得特别死。后来是怎么意识到装错的？它本来是个躺椅，拧着拧着就站起来了。我说这是给他拧疼了。不怪我，那些螺丝都不是一个型号的，根本就拧不上，所以我把我逼得开始发誓呢。我说我发誓，卖家绝对是发错货了。我朋友听完说，你要嘴要这么硬的话，你试试用嘴拧呢。我生气的是，这个钱是不是有点太好挣了？这商家干的活越来越少了，我就担心再这么发展下去，会不会有一天我买衣服，给我发过来6只蚕？好评第1条，不仅不起球，吐丝还特别快。我打算以后脱口秀也这么干。进门先一人发一个小卡片，我说素材已经准备好了，梗需要你们自己加。这篇稿子呢，一共5个谐音梗，2个 callback， 1个骂张绍刚。还是这么突然的哟？对，每个都得砸您一下。然后还有一段广告啊，当然广告的精髓在于丝滑。你不能上一秒还说张绍刚呢，下一秒美团闪购30分钟好货到手，这个太生硬了。这也太生硬了，跟张绍刚的主持有什么区别啊？我搬家还有个原因是我之前那个房子越住越别扭，我是在房租的最高点入住的。我住进去之后，周围的租金就开始降。以前还能忍，直到有一天，我的好朋友梁海源搬到了我家楼上，一模一样的户型，比我便宜整整2000。我当时觉得他不是住我楼上了，他是骑我头上了。晚上睡觉一听到水管响，我就知道还骑我头上拉屎呢。朋友们来家里玩，避免不了要对我俩的房子进行比较，说我俩格局是一样的。我不这么认为，我每个月比他多交2000块钱，我觉得我的格局更大。最可气的是，他搬进来之前，没有人知道这个事儿。我之前只是吃一个哑巴亏，他现在一嚷嚷成喇叭亏了。但我们关系还是不错，他现在一出差就叫我去他家帮他喂猫、浇花、给鱼换水，能听得出来，搬到我楼上之后越来越热爱生活了。我也愿意干这个活，我先去他家就浇花、喂猫，一喂就是1下午，争取把水电喂到2000块钱。我俩朝向不太一样，我贵2000是因为我这边能看到河景，他那边看的不全。反正我租房的时候，房东是这么跟我说的。我说那我拉上窗帘能不能便宜点儿？我唯一的优势只有河景了。他说他装修新，我说我有河景。他说家具新，我说我有河景。他说你有河景有什么用？我说我想跳就跳。我在那个房子住了3年，我第1年续租的时候，已经远高于市场价了。那年是2021年，我翻看了日历，是农历辛丑年。我转头又看到我的合同条款，越看越屈辱。怎么100多年过去了，还有不平等条约呀？那个合同上面还盖了一个红色的章，当时没看清楚是什么章，现在看清楚了，是李鸿章。后来决定搬家，是因为每年赔款太多，扛不住了。
决定变法，变着法的暗示房东，我这个空调该维修换新了吧？维新变法。最后的结果你们也都知道，变法失败，逃往郊外。你们可能好奇为什么这么贵我还接着住，因为搬家太麻烦了。我朋友听完说，你多交的这些钱够你叫几十次货拉拉了，你傻不傻？后来搬家确实用的货拉拉，当时坐在那个面包车上，我觉得别人用的是货拉拉，我用的是蠢货拉拉。我是那种就是我不好意思说降房租，然后房东也不提，我俩一个静音一个免提，弄得我都快欠费了。我不好意思是因为我俩表面关系一直不错，最后是我赌气说我要搬家。过了半天，房东回了我一句：“那我要么给你降点房租呢，你接着住呗。”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说，我以为他会问：“哎，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搬呀？”我没想到他知道我为什么要搬。这句话给我架住了，你知道？我是想降房租，但我不喜欢这种被看穿的感觉。我不知道咋想的，回了一句：“不是钱的事儿。”我要是答应了，那么就坐实了我前2年是冤种吗？我知道这房子是住不了了，因为窗户纸被他捅破了。就有很多人不好意思提涨薪，最终选择离职是一样的。就你把老实人逼急了，老实人就会拿起刀来抹自己脖子。最后发现那些头掉在地上都长一个样，仔细一看都是冤大头。我搬走之后呢，又刷到那个中介把房子给挂出去了，比之前便宜3000。我赶紧把它截图发给了梁海源，我说祝你睡个好觉。蒋中将。合拍，来点合拍。他梗好密呀。Hello， 1楼、2楼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浩，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辛苦大家了，辛苦大家了，做了很久了啊，坚持一下，坚持一下，因为我看有些朋友已经悄悄拿粉扑补了好几次妆了啊。哎，我第一轮讲的是我学化妆学了1年多的心得体会，播完之后真的有网友私信骂我，说你也有资格聊化妆啊，我以为毛戈平来了。当然也有很多喜欢的观众啊，讲了脱口秀好几年了，一点一点攒到今天，终于也有了5个自己的微信粉丝群了，5个啊。其实运营很有讲究的，分享给大家很有讲究的。首先我不能用我的微信加了大家在我群里拉，对吧？我是专门请了一个小助理在帮我运营粉丝群，然后那个小助理是我本人。哎，我自己是自己的助理，天助自助者。我5个群，2000多个人，全是我一个一个拉进群的啊！你就知道早几年我有多闲。关键那个微信号是我一个女生朋友送给我的一个多的微信号，是个女号，性别女。所有观众加我的第一句话都是“小姐姐好呀”。我能怎么回？我就嘻嘻。后来就有朋友说有没有可能这个小助理是贾浩请的人啊？马上就有人说贾浩请不起人。终于有一天，有个观众在群里大胆开麦说：“有没有可能这个小助理就是贾浩本人啊？”我把他踢了。其实除了这5个粉丝群以外，我刚刚入行、刚上台就已经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初代粉丝群，这个群名又叫“相亲相爱一家人群”。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里边的群主，我的父亲。要先插出去哈，就是我们节目播到现在，大家可能知道，现在涨粉第1的是小帕，涨粉第2的是我爸。可能有点内部，就是之前我讲了一个段子，说我爸把我的泳装照发到自己的账号上面，然后就很多观众去找他、关注他、和他互动。哇，这几天我爸小某书粉丝涨了2万1，哇！但他关注了2万4千人，哇！我爸的策略就是你若关我，我必回关。我妈说前天晚上关注别人关注到了凌晨3点。
60岁的高龄第一次得了腱鞘炎，属于是老来俏。我爸就是直接回关，群里最不直接表达诉求的是我妈，因为我之前问过我妈，我说妈，要不给你买台按摩椅吧？我妈说不要，按摩椅不得2万多一台呀？我就知道她看中一台2万多的，是吧？我就说妈也有便宜的，我就给她发了台2000多的，我妈说不要。她甚至过年在家每天看不惯我，她都不直接表达，因为她每天都看不惯我睡到自然醒。但是在我心目中，我觉得世界上最优雅的3个字就是自然醒，对吧？你听嘛 ，Burberry、香奈儿自然醒。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醒。但我妈不，你要哪天早上8点还不起床，她就会像卧室没有人一样推门进来，以床为中心在周边拖地，围着你拖地。哦呦，你在床中心躺着那个感觉，你们看过冰壶比赛吗？就拖地，你要再不起床，她就会把卧室所有门窗都打开，在我们四川阴冷的冬天，说要通通风。对，然后他会走到阳台，冲着楼下路过的阿姨在那儿，我们家豪还在睡，不要吵到他。他通风还报信。这个群里最承载我童年回忆的是我外婆。因为我小时候暑假每次放假都是寄养在农村外婆家的，所以每次外婆给那个猪煮猪食的时候，就是我和我表妹最期待的时刻，因为真的很好吃。它是用那个红薯红薯叶子还有很多菜叶子在一起煮，很好吃。所以每次喂猪以前，我跟我表妹会先过一遍。那个猪等久了就会扒着猪圈叫嘛，我外婆就会过来叉着腰骂那个猪，吃，就晓得吃。猪听不懂，我听得懂。现在回过头就知道了嘛，当初外婆喂猪那些，我们现在叫沙拉。所以第一次有上海的朋友请我吃白人饭，问我什么味道，我说儿时的味道。他没想到你从小还是富养，我说我们叫圈养。群里年纪最大的是我外公，89岁了，身体很好但是每天就超级喜欢抽那种老年人的老式叶子烟，大家见过吗？老年人老式卷烟叶子烟真的很难劝，因为他89岁了，89岁了你很难告诉他吸烟影响寿命，对吧？你要说外公吸烟影响寿命，他肯定会说对头，少抽一口就要死听得懂吗？听得懂吗？听得懂。你要问他长寿的秘诀，他肯定回你3个字：叶子烟。他现在越活越自我了。我这么说吧，我外公现在过马路一般不看红绿灯，就慢慢挪，所有车看到他都会减速的。我外公的威慑力远超红灯，他是个老灯，就闯红灯。89岁正是闯的年纪就闯。但我后来观察过，他不是说想闯红灯，其实他刚开始走的时候灯还是绿的，他就是走到一半他跟我爸一样属于意外走红而且我想过他没有这么在意这些了。你想我外公89岁了，他哪怕真的犯了个什么事情，你判他个无期徒刑，89岁了，大概率就判个几年嘛。这个梗我跟我外公讲过，他很喜欢，他说你要笑死老子。他后面说句四川话，我慢一点说，看大家能不能 get 到。他说监狱头没得叶子烟，老子怕拘留4、5天就完了。能听懂吗？Hi, keep real 我爸有时候还会拿我外公道德绑架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种感受。当你外公89岁了，贾浩89岁了，他现在唯独的心愿就是想看你结婚生子。我外公在旁边，我想抽口烟。抽完烟以后，老头子说：“现在想看你结婚了。”所以我有时候真的在想，我外公89岁，又幽默又能讲地域梗，还不在意评价，有没有可能
89岁才是一个脱口秀演员最好的年纪。你想我89岁还在台上讲脱口秀，哇，那也太好了。倒是大家应该也都健健康康的都在啊。因为你们都知道长寿的秘诀就是椰子烟。我真的想过这个初代粉丝群还有不少成员的故事，我想慢慢分享给大家听。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情就是我们一起听着段子慢慢变老。你想我89岁了还在台上闹，你们还在台下带着假牙笑，可能还是会有人骂我，你有什么资格聊化妆？我这个耳朵呀完全听不到。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我叫毛豆。哎呦，谢谢，二豆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哎呦，倒数第2个了哈，马上结束了。我上一轮讲了个我家老婆车报废了那么个段子，分很低，倒数第2。当时我想了一晚上，我现在人应该不喜欢听这些了，得讲一些新鲜的、有表达的东西。所以这轮我讲新能源车。燃油和新能源这2种车就像现在的演员，你知道吧？何广智就是燃油车，成熟稳定，偶尔有点漏油什么的。小四爷那种就是新能源，冲劲足，提速快。你跟他讲漏油，都说啊，何漏之有啊？那阵看了很多那种新能源的广告，还是和以前的一样，都是夜晚一个大叔开车在森林里面来回转，然后一个背景音，成功男人的选择，掌控事业与理想。我要是他，我肯定不想什么事业理想，我就想问这山里到底哪块能有充电桩，能不能给我的理想充电？最后成功男人一下车，穿着西装，梳着背头，戴着名表，站在森林里面。广告结束，我说你看，我就说没电了吧。场景全都是森林、沙漠、悬崖，整得像动物世界一样，没有一辆车在南北高架上开的。我就觉得广告应该真实，早高峰要迟到了，哐哐摁喇叭。我说前面车里人死了吗？我撞死你啊！成功男人的选择。广告里只有男人是成功男人，那小孩在里面像傻子一样，车在那开，小孩在后边，妈妈，这是飞机的头等舱吗？我说你看不着你爸在开车吗？这。我研究了2个月，我爸没车用不习惯，他又不懂又很着急，打电话说他看中了一款，说这个车这也好那也好，中控屏是那种大连屏，说大连人就得用大连屏。我问他电池电量怎么样，他说太好了，我看了电池太好了，我得有10万伏特。我的老父亲想骑皮卡丘啊，我说10万伏特，我在上海一充电，外滩灯全灭了，东方明珠就剩东方珠了，原因不明。我回大连给我爸看了一下，那销售很热情，上来就管我叫哥，管我爸也叫哥，说哥你是要给哥买个车吗？那老头得有70岁了，他也叫哥，跟谁处都叫哥，四面楚歌的。他在那哥，我跟他要下蛋了，不分辈分啊。他可能从小开的车就和我不一样，他都是爸爸的爸爸叫哥哥。最后买的就是这个车，因为这个价格确实也还行，但开上就发现问题了。买的时候他跟我讲，理论上能跑500公里，我实际一跑不到400公里，冬天再一看不到300公里了，我哪有这么干的？我上饭店应聘厨师，我说理论上我能炒菜，实际上我只刷碗。要是冬天我连碗都不刷了。买个车跟相亲一样，网上说1.8米，见面1.7米，一脱鞋1.6米。这个车冬天特别适合开出去散心，有什么烦心事我就开远一点，就看着那一格电扑通扑通的狂掉，一瞬间烦恼就全忘掉。我妈打电话说你上哪去了？我说我离开地球表面了。买完还非得让我加装各种配置，什么零重力座椅，我以为能飘起来呢。就是有个板能让腿抬起来，说是新科技让身体感受不到重量。我这个新科技10几年前我就知道了，你腿一抬起来，双脚就离地了，重力就关闭了，聪明的智商就占领高地了。这起步研究车的开始研究地心引力了。感觉都没啥用，还有那原地掉头功能。我说这玩意儿有啥用？后来看着个新闻，我确实有用啊！一个车把前面那个车追尾了，然后他原地就掉了个头，
过来交警来了说，你看我这不是追尾。交警说，哦，确实，你这个是逆行啊，你这个是。他还让我花3万加装那个智能驾驶，我经常刷着这玩意儿磕了碰了啥的。他说哥，咱这个车机已经达到人类6、7岁的智能水平了。我说你不介绍我还敢让他开呀？6、7岁我一启动，他说妈妈这是飞机的头等舱吗？我就说我爸燃油车开习惯了，他不一定能适应这个。销售说你让大哥开2次，大哥试2次智能驾驶就知道回不去了。我说啊，试个车给我试成单亲家庭了。而且现在车上还有那种冰箱、电视、音响、KTV， 感觉马上就要安马桶了。关键是这些玩意儿真费电呀！我要是都打开，我就可以唱着歌、看着电影，打开一瓶冰可乐，美美的等着道路救援把我拉到充电桩去。你要真喝冰的，你直接打开美团点闪购啊，30分钟送达，饮料还是冰的，用美团闪购花不了多少钱，但道路救援1次200啊！你别问我咋知道的。智能驾驶我就没装，我真的不太理解现在新能源车上很多那种配置，什么防疲劳驾驶提醒，就那个一个摄像头就对着我，用了1天我就给关了。我眼睛小啊，他就一直提醒我别睡了，别睡了，别睡了。我得瞪着眼睛开车，我像在京剧里面开车一样，哇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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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奇怪就是那个全景天窗，我那夏天也太热了。这玩意儿有啥？这玩意儿除了能第一时间看着鸟屎，还有什么作用啊？看着还够不着。我说什么人需要这玩意儿？开车开一半，突然想起来，哎，我好像一直都在低头赶路，好久没有仰望星空了。好文艺的驾驶员。夏天烫的那个座椅，我一坐上去，它就给我弹起来了。我确实是零重力座椅，我坐在上面有一种坐在市中心的感觉，这边当烫。特别烫。天窗更完了，那个天窗一摸得有60、70度啊！我本来个儿就高，我都顶上去了，烫得我一直得摆头啊，摆头我还得瞪眼。旁边车一看，那胖子开个破车在这卖萌呢。热的我汗都流眼睛里了，我那拿2块毛巾一块擦呀，我都码不了方向盘，我都后悔，我应该买那个智能驾驶啊。而且现在这些新能源车长得越来越像，但每个车企都说自己是最创新的，然后在私下里互相抄袭、互相举报，整得像脱口秀行业一样。创新是应该，加新的东西无所谓。但现在有的车给那个挂档的档把取消了，你知不知道？给放在那个触控屏上让你摁，说机械被时代淘汰了。我不是不信任时代进步，就以我对这个时代的了解，过2年他应该会让我充会员挂档啊。他要是让我看一段30秒的广告才让我倒车，我都不知道是我在倒车还是时代在倒车，你知道吗？完了，开始表达了。有点表达，有点，就一点。虽然有这么多毛病的问题，但买的时候还是很开心的。当时销售说这个车要出新款了，现在要搞活动，上个月还卖26万，现在就卖20万，活动马上结束了嘛，我挺划算的，我就买了。果然第2个月活动结束了，第3个月出新款了，新款15万。还送2万赠品，我那个车2手连10万都卖不上了。我们第1代版本的车上有一行英文叫 First Edition， 当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呢，现在知道了，就先买的是傻嘚儿。我说我提车那天他那么热情，走了哥，再见哥，有空常联系啊哥。现在听起来就是笨蛋，大笨蛋，超级无敌大笨蛋。我就打电话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毛先生，我们这个行业是这样的。我说之前你还叫我哥，现在叫我毛先生了。什么毛先生是被你割完了是吧？我说行，你等着，我举报你。他说毛先生你怎么能这样呢？我说对，我们行业是这样的。谢谢大家，我是王总。有点表达，真的有点表达，有点表达。别。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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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各位。我还没有习惯你们这么热情。节目不播出了吗？真的有很多评价，有些好评，也有些锐评，说这小子晃得我头晕，跟个迎宾的气球人似的。太有想象力了，朋友们。在大家看来，我的脱口秀就是各位好，我是小七。谢谢各位，我小齐。我解释一下，我晃是因为我有 ADHD 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啊，别怕，不传染。真的能确诊，太开心了，你懂？我之前一直以为我多动分神，然后情绪冲动，干啥啥不行，是因为没文化。啊，原来是脑子有病啊！吃药就能好。之前我可绝望，之前我以为得看书呢。我小时候没人懂 ADHD， 你知道吗？家里就觉得我意志力不坚定，就教我克服困难，就一摔倒，我爸在那儿自己站起来，让我扶你。当时我特别疑惑，就爸，那你为啥要绊我呢？他一直这样，属于伴我成长了。但大家现在很包容，对吧？我朋友知道 ADHD 这个病有个症状，就干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就会容易冲动、耍小脾气。然后我在耍小脾气的时候，他们开始夸我，说我特别棒。当时我想，原来有病跟有名一个样啊。我都想再找俩人搞个组合 ADHD Boys。一上来跟着我左手右手一起。喜欢弟弟的粉丝别给我一般见识啊，我是精神病。就得利用起来，不要有病耻感，朋友们。我现在都骗导演组，我说 ADHD 呀，必须进决赛。他们不信。真的很难受，情绪会冲动。比如一录节目在这坐6、7个小时，我一 ADHD， 朋友们，我要坐得住，我上什么节目啊？我上大学行不行？没有情绪了，你懂吗？他们段子我看100多遍了，我还得装着呢。好笑，好笑。ADHD 还有个问题，就是感兴趣的超级集中，不感兴趣的你知道一点忍不了。我们干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就死。我小时候一直不理解那些教大家克服困难的故事，你知道吗？就是愚公移山，听过吧？啊，都上过小学。我一直觉得愚公就是一个 ADHD， 他就是爱挖山，不然谁能挺住吧？我觉得可能都有人劝过愚公，说别干这玩意儿，这玩意儿不挣钱。不行，哥们儿有瘾。闻鸡起舞，爱闻鸡。悬梁刺股，爱纹身。后羿射日，爱吹牛。我也有我爱的东西，就是脱口秀。具体点说，就是爱吐槽。我第一期还吐槽了 rapper， 你们听到了吧？对，我还爱蹭。rapper 一个回复没有，反正 rapper 粉丝在给我发私信说，随便找出一个 rapper 学历够你考2辈子了。我说怎么 rapper 都有中专双学位？美容美发与汽车修理双修，唱的歌都是开着我的小跑车自己修的。我知道我不该吐槽他们，但我的吐槽都源于爱。我之前特别爱艾弗杰尼，你们认识吧？哦，他当时第一次在说唱节目出现，玩的那种最纯正的西海岸匪帮说唱。
特别酷，特别反叛，一上来特别凶，跟个土匪一样。当酒精听懂你的神经。你们也没吃过好的。我特别喜欢这种小狗咬人这个劲儿，你知道吗？感觉有个 rapper 在对着你那种什么，初生狗犊子不怕虎。然后他居然为了上节目出了一首合作的翻唱单曲，叫什么？咱们工人有力量。我当时感觉很冒犯，我正经当过工人。我说艾弗杰尼跟谁攒的呢？咱们工人你那样，你白胖的，你哪管改歌名，唱什么咱们工头有力量，工头有力量。他唱的时候不小心露出那种习惯的匪帮手势，你知道吗？一边唱一边在那，哎，咱们工人有力量，咱们工人这样。美国工人这样吧？中国工人这样干啥呢？这是抽利群。拿着我们的工具电钻，我们工人干活的时候跟 rapper 一个样啊，流水线上干就起范儿了，突然变。我是三工厂的0423 ，AKA 劳动模范。Listen， 大了3个螺丝。给面子。一天50工资。我工长不抽我，我工长得对着我脸跟我说，哎 ，hold up。我觉得肯定形势所迫，要不可能说从国外留学回来玩干死的。啊，突然跟他经纪人说，Hey bro， 我想当 worker， 因为咱们 worker 有 power。干嘛呀？我特别烦那种一上节目就开始不做自己就开始变形的人，你懂吗？直到我也上了节目。理解他们，成为他们。我之前在线下是那种著名的，你知道吃不着葡萄说葡萄是转基因的。因为去年选拔没选我，我跟他们一起比赛，然后看着他们线上演员，你知道干净炸受欢迎，当时我嫉妒的，你知道什么时候塌房啊？那导演还问我说：“能看出这种线上线下这种质感的差距啊？这资本家会让人内斗啊！”我当时想，我就装不了，做不到吗？我一 ADHD， 我做不到像他一样线下傻直男好几年，一上线说：“姐妹们，我是个美妆博主啊。”啊，不能告诉你们是谁啊！咱也其实可以说，因为他已经完全听不到了。不好意思，线下写的段子，咱也没想到能见面呢。当了1年小黑子，面基了。一见面特别喜欢你，浩哥，特别喜欢你。你是我师傅啊。我见面真的是黑转粉了，你知道，因为我发现他是真爱化妆。这就我喜欢脱口秀的原因。虽然有人不理解，但大家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说自己热爱的话。我知道这篇可能有争议，但没办法，
哥们儿有瘾。谢谢各位小谢，拜拜。冠军！